完了，全完了！新丰源的违约金，就算把我骨头打碎了也赔不起呀！小莫，哥这回真遇上难处了。只要你出手把鸡救过来，这批货保底能赚100万，技术分红和利润30%，整整30万。哥绝对记在心里，明天一早就签合同。所有人拿好应急喷雾，跟着我的参数调整通风，快！小陈，真有你的！要不是你昨晚拼了命死守，这批鸡就全死绝了。你可真是咱们的大功臣啊！对啊，多亏了小陈技术员。这次我们青梧村企能化险为夷，全靠新丰源第一时间远程指导，有张总在，技术全盘兜底。赵虎，昨晚明明是我彻夜施救，配方也是我的。你陈默，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那套慢吞吞的土方子，别在这里攀附新丰源的技术功劳。这是你这个月扣掉积雪损耗后剩的1000块底薪，加上之前说的8000块辛苦费，一共9000。至于昨晚说的3成分红30万，那是我看你干活没劲儿，随口给你画的饼。你一个拿死工资的，还真想当分红老板？拿着钱，老老实实回技术室待。来人，陈默思想不端，立刻把他实验室里公用的电脑和实验记录全扣下，交接给新丰源。念在厂里后续运转还需要技术员维护，留你在技术室待着，以后老实点。赵总，桌上这本写满符号的破纸，写的什么鬼画图？哼，一个书岛子的涂鸦，扔在那儿吧，拿走都没用。那是我3年的数据。莫，给我回来，马上回技术室。别踩油门了，把电板斜着插进钩臂和轮胎之间，挂倒档，怠速慢慢退。这排水沟的导洪管直接埋在碎石堆里，入口连个沉沙池都没做，淤塞1/3就废了。雨季山洪一冲，路面准塌。你到底是谁？找我干什么？3个月前，区域农业产业发展协会收到了一份匿名云岚山区生态养殖替代方案，我查了1周，确定就是你写的。赵虎靠着你研发的复配配方撑了1个月，现在他的存货最多还能撑3周。鸡群抗体滴露一降，出栏检疫他绝对过不了关。他靠他叔叔赵德发低价签了20年承包集体合同，利润全进个人腰带。我要用你的技术方案做生态试点标杆，撕开这个口子。首期40%的设备采购款，我已经用绿色产业扶持绿色通道帮你批下来了，你干不干？干。很好，先建后补通道需要你先垫付一部分设备和场地款，你手头有多少启动资金？3年攒的工资，加上以前偷偷帮周围几个小养殖户做咨询攒的1点，一共12万，只够付场地租金和买最基础的材料。3年才攒了12万，你在赵虎那儿1个月拿多少？3800，有时候还拖欠几个月。所以我知道，昨天他给那9000块钱，只是我应得利润的零头，但他绝对不会再给更多了。够了，第一批扶持款下来前，你的生活费我用产业协会专项本贴全额给你垫付，不许拒绝。现在跟我去山坳下游选址。这里地势有天然高加，便于排水。一期先在这里搭建功能性试验性鸡舍和菌种扩醉室，关键设备用便携式的零排放处理系统，对上游水源零影响。行，污水处理设备我来帮你协调，联系供应商，先供货后结算，申报流程我1晚上帮你全部跑完。张总，有你们新丰源的技术兜底，我说明年咱们这订单肯定能翻3倍。赵哥，陈默准备在隔壁山坳建基地。白眼狼，去叫2个跟班给我死死盯着他那破山坳。就搭这几间破铁皮棚子，还开基地，真是个异想天开的书呆子。
风速传感器的水平夹角必须控制在以内，否则采集到的基础数据就会发生严重畸变。你这校准的手法，比我认识的那些干了10几年的老修路工还要准，真看不出来你平时连话都说不利索。这是最基础的操作，没什么的。看见没有？就是前方那几间破铁皮棚子，过去把他们刚装的换气扇和电线全部砸烂，让这小子在老子面前狂。不好，有警报，快跑啊！这次吃亏反而让我认清了自己的核心价值，我的技术是不可替代的。赵虎的养殖场离了我根本无法运转。看来我们陈首席不仅懂养殖技术，现在也开始懂商业价值了。合作愉快，未来的创业者。张总，您放心，我一直死死盯着呢。陈默那基地就搭了半成品的几间铁皮棚子，根本翻不起什么老花。陈默，这笔设备款扣完，你那12万积蓄可就1分不剩了。你连接下来的生活费都没给自己留。有鸡就有钱，不用留。看看，咱们虎子年纪轻轻就在村里盖起新房，办起村企，这才是咱们赵家有出息的后生。对了，德发，之前那个负责救鸡的技术员小莫，这次立了这么大功劳，你们到底给人家分了多少红包？可不能太亏待了人家。分红，给他开2000块奖金，再加8000块辛苦费，已经够意思了。一个没背景的年轻人，给他份稳定工作，他就该知足。就是我叔说的对，离了我们村企的合规养殖资质，他陈默想干事都难。给他几千块钱，已经是看在同村的情分上了。等过几天，虎子你叫陈默来吃顿饭，多摆几桌，让他看看咱们现在的日子，磨磨他那性子。叔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我下周1准办，到时候在席上让他好好明白，谁才是能拍板的当家人。下级暴雨机制，任何隐藏的潜在危险管都必须提前算进去。我的技术执行数据，以防万一。虎子，你这事儿办得地道，对付陈默那种闷葫芦，给他8000块辛苦费已经够多了，钱给多了，反而喂大他的胃口。德发，话不能这么说，万一小莫觉得受了憋屈，死活不肯再回咱们养殖场调设备了，接下来新丰源的加急订单拿什么交货？他能去哪儿？一个没什么经验的年轻人，离了咱们青梧村的有机合规力养殖资质，他连个干事的平台都没有。过几天他钱花光了，自然会回来找咱们。我叔说的对，等他熬不住回来的时候，老子再给他降2000块底薪，让他明白谁才是这片山头真正说了算的人。兄弟，这套2手便携展弓模块虽说外观有点轻微划痕，但核心的抗干扰芯片状态很好，拿来跑1期基础数据绝对绰绰有余。芯片没有任何问题，光电炒合器的灵敏度衰减也在正负3个百分点以内。这套设备我要了。好，既然陈首席发话了，负责人直接走产业协会的设分期通道，现在就签采购单。陈默，你跑哪儿去了？长本事了是吧？3号棚的自动投料机又报错了，你立刻给我回养殖场干活，不然扣光你当月工资。我说过，我不干了。这位兄弟，你没事吧？没事。我们继续谈谈刚才的供货结算细节。便携式传感模块下周全部到位。我们先跑1期核心数据，只要数据一出来，它的养殖场就会正式进入崩盘倒计时。山泉水的天然矿物质接线非常平稳，适合做复配菌种1期的烟氧扩囊介质。建材已经全部到巢了，下周就能完成机绳和菌种室的平整封顶。你先看看产业协会的这份旧水文档案数据。这本老水文资料提到，上游5公里处有个10几年前废弃的泄洪闸，因泥沙淤积早就锈死停用了，应该没人会碰。你做冗余防洪设计时参考一下就行。只要存在实体物理风险源，在我的预判模型里就必须当成毕现变量来算。1期工程虽说能走分期，但后期要部署的传供阵列和芯片网一旦铺开，资金缺口依然很大啊。缺口再大也要上。等下个月鸡苗进场产出第1批蛋，产业协会验收组一到，过硬的数据
就是我们最好的支撑。一个被赶出去的技术员还真敢跟老子硬顶！去查清楚他用的设备型号和技术路线，找2个人去给他添点堵。那可是给小孩子吃的营养餐啊！你怎么能这么做？陈默，你老实告诉我，这份方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林主任，是手动传感底座的角度焊偏了吗？底座没问题，是这个芯片。你方案里写的肠道菌群检测芯片的动态对抗秘妙，全是用你独家培育的菌尘配合核心算法实现的，这不是市面上现成产品能做到的。核心菌种是我在农科所培育了3年的，走的那天，关键工艺参数和菌种母本都被我锁在随身恒温箱和离线硬盘里带出来了。这种能打破新风源技术垄断的核心成果，赵虎竟然连同你这个人一起赶了出来，他真是有眼无珠。计划现在全面调整，产业协会提供原有1期试点补贴和绿色采购通道，我明天亲自回城里，帮你协调省农研产业联盟的共享实验室资源，供你做无菌菌种扩繁。你以核心技术入股，这个基地直接纳入产业协会重点规划，我们要把它做成全省的绿色标杆。好，听你的。张总，预付款收到了，您放心，这批禽类的加急供货合同，下周5前我们绝对保质保量送到总部。有你们新丰源的添加剂兜底，品质稳得很。赵总，明天早上是加急单的1期投料，但这批新配方的微量元素比例和菌剂扩繁参数之前的记录对不上，饲料配方接下来该怎么调？调什么调？以前陈默在的时候怎么喂，你们现在就怎么喂，别在这耽误我事儿，出去！陈工，实验室资源我明天就能批下来，但你那个核心菌种要大规模扩繁，1期的菌种是需要什么条件？恒温恒湿的无菌环境，任何超过正负0.1个单位的温差，都会让母本菌株成片死亡。坏了，1期基地的电网上周刚提交复审，鸡舍到现在还没通过通电审批。多亏了绿色扶持通道加急特批，电网合作企业赶在今晚8点前把临时供电接通了。陈工，第1个传感节点能顺利上线吗？接线全部完成，现在上电。不对，空气质量参数里的氨氮浓度在缓慢异常攀升，地区有漏气隐患。这才供电不到10分钟，你就用这几台简易设备把工程隐患全揪出来了？这只是1期最基础的便携式传真模块，等后期资金到位，升级到全域生态智能养殖系统 2.0 时，我会部署固定传感阵列和 AI 视觉，甚至可以提前72小时做到模型预判。老大，这地方灯火通明的，设备好像全转起来了，咱们还要进去砸吗？砸个屁！你没看到围栏上挂着产业协会试点项目的监控警告牌吗？拍几张照片赶回去复命！他那些设备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全。行啊，陈工，你这套系统简直比看门的大狼狗还好使，来捣乱的人全被吓跑了。这没什么，是红外密钥程序设得准。不过光靠设备防守可不够，产业协会的正式试点验收下个月就要来现场考核了。陈默，必须尽快让第1批鸡苗进场，把第1批合格的蛋产出来让他们看。下周1，鸡苗就能正式进场，我的 1.0 配方绝对不会出纰漏。陈工，你已经3天3夜没合过眼，没离开过鸡舍了，就算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把面吃了，去行军床上睡4个小时。不行，1期的微生态健康鸡鲜处于核心波动采集期，我必须手动记录它们的采食、饮水频次，配合芯片数据建立初始模型。李晓，快过来看，23号到31号这组鸡苗出状况了，它们的乳酸菌丰度指数热力图正在异常变浅。可是我看他们在下面活蹦乱跳的，吃料也挺欢，这就叫出问题了，肉眼根本看不出啊。这就是微生态菌种复配技术的优势，数据不会撒谎，它们的肠道多样性指数正在慢性衰退，
这是饲料原料因湿度超标引发轻微贵变的前敲，提前干预。如果不处理，3天后这批鸡必出腹泻症状，5天后就会全场扩散。等后期 2.0 系统上线 AI 视觉预警，能提前到病状发生72小时前。小林，你们基地的数据非常漂亮，技术方案已通过初审，继续保持。老张，以前智能授时参数报错锁死的时候，沉默一般需要调试多久？半小时。陈工只要看一眼菌群基线和电流参数，半小时就能全部恢复平稳。大喜事儿！领导发话了，下月初省里要办绿色优质农产品展销会，产业协会把唯一一个核心推荐名额给了我们，让你带着第一批鸡蛋样品去省城参展。我不去，林主任，我不太会跟陌生人打交道，看见人多我就紧张，我去不了。瞧瞧你这出息，你跟机场里几千只聊天的时候，怎么不紧张？鸡蛋自己不会长台跑去参展，你这个技术负责人不去，谁去？沉默，检测结果出来了。欧米伽3含量达到国标3倍以上，抗生素和中暑残留全部为0。品质不是检测出来的，是从第一颗种蛋入库开始就注定的。陈大首席，你已经盯着屏幕10几个小时没吃东西了，赶紧把这碗热馄饨吃了。陈工，鸡的肠道菌群图谱你闭着眼都能画，那我对你的心意，你什么时候也抽空研究研究？赵总，这批货的质量你怎么跟总部保证？刚才我进棚看了一眼，里面的鸡群已经有零星出现中暑和拉稀的迹象了。张总您放心，生产参数和饲料配比以前都存在系统里，只要机器不停，品质绝对稳过出栏认检。运输颠簸把轴承震偏了，风量校准差了约5个百分点，必须手工微调。我的天哪！陈工这手艺和耳朵简直比几10万的数据检测仪还要灵，全村找不出第二个。该死的，这写的全特是什么鬼符？这饲料配比和扩繁步骤，老子怎么一样都看不懂？给老子狠狠的翻！陈默一天不乖乖回村里机场调设备，他之前在村里用的公用实验器材的资载费，老子一分不少，跟他算个一清二楚。陈默，你跑啊！你走了，村里机房设备谁调？出了问题，损失你一辈子都赔不起。那我不干了。行，陈默，你有骨气，你给老子记住了，有种你这辈子都别回青梧村。走。走吧，回基地。你的智能喘供模块还没调完呢，别在这耽误功夫。陈默，你给老子出来！你跑这儿来搭铁皮棚子，耽误了村企加急订单的生产，给村里造成了巨额损失，你赔得起吗？赵虎，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里是区域绿色产业协会正式挂牌的生态养殖替代试点基地，你擅自带人强行闯入，已经涉嫌违法。哟，一个城里来质职的项目专员，拿个正式批位当令箭，还真以为在这荒山野岭里能说了算不成？赵虎，我说过了，我不干了。当初在村企3年，我们从来没有签过任何书面合同。你把我赶走，扣了我电脑和实验记录，我都没有追究。现在你设备坏了跑来找我，凭什么？凭什么？凭你是青梧村的人，凭你之前是我厂里的技术员，搭几个铁皮棚子就当自己是老板了？哼！离了我的厂子，你什么都干不成。赵虎，3年前村企养殖场鸡群大面积中毒菌死，是谁半夜3更在暴雨里跪在我实验室大门口求我出山的？3成技术分红是你亲口承诺的。你现在跟我谈村里，你摸摸你自己的良心，说这些话你配吗？放话让我别后悔，该后悔的人是你。没有我的核心技术，你的鸡场连一台头疗机都转不起来。话尽于此，滚出去！行，陈默，算你有种，你给老子等着，到时候别来求我给你活路。
环形排水渠的局部水泥加固，明天继续，一刻也不能停。刚才你背在身后的手我都看到了，陈默干得挺好，真的。谷哥，刚才防汛协助平台发预警了，是50年一遇特大洪峰，咱们的机棚历史最高水位线根本顶不住，让赶紧转移存栏。转移？上万只鸡往哪儿转移？老子这回要赔死了！虎哥，要不把上游那个废弃泄洪闸扒开，那闸门一开，洪水先冲陈默那边的低洼山坳，河道拐个弯才往咱们这儿来，水位至少能降1米。走，用木棒和绳索给老子把闸门撬开一条缝，天灾跟我没关系。陈默，防汛协助平台报警说上游泄洪闸被人撬开了，快走！这里信号全断了，再不走救援都进不来。信我一次，这套抗洪系统我闭着眼算了300多遍，排水渠完全顶得住。你上去等着，我保证安全下来。数据没有超标，系统扛住了。你个大混蛋，吓死我了！陈默，你这个混蛋！陈大首席，你蹲鸡舌的姿势比鸡还要标准。数据采集需要固定视角，这样才能在盲测中保证精准度。处理什么处理？陈默那个白眼狼要是不走，老子的机场能变成这样？你说好的3成技术分红给人家了吗？人家彻夜施救救了全村的鸡，你当众把人赶走，现在机场出了事反而全怪人家。分红耶！赵虎，你敢动手？家暴是违法行为，你再敢碰他一下，想想后果。嫂子，这种事你绝对不能再忍下去了。之前我塞给你的那张法律全著名派还在吗？拿着这个，把他说漏嘴的违规交易全部记下来。需要帮助随时打名片上的电话，我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记住，要等有第三方品控人员和媒体在的公开场合提交证据，才能一次性把他的违法事实钉死，不让更多人受害。叔，这天灾无情人有情，咱们村企这回全部冲毁，村集体得跟上面多要点赔偿款啊，不然下个月工人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天灾的事儿，上面自然会查。你先回去把剩下的受灾存粮清算干净，别的少操心。陈默撑不了几天，一个被赶出村的技术员，没资金没靠山。过几天等他熬不住回来的时候，老子让他给全场洗一辈子鸡笼。小莫，你都连轴转了整整20个钟头了。张叔，这批新机器的脾气我还没完全摸透，不在这亲自盯着我不放心。你先回去睡觉吧。林主任，这杯酒你要是不给面子喝了，那产业协会的绿色试点专项审批可就得重新排队走大流程了。鸡蛋的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我已经代表基地成功申请了国际互认，符合全球最高合规标准，不准再灌它。周总，检测报告和试点材料明天正式提交产业协会。今天就到这儿，陈工，我们走。你是不是不要命了？那可是高度白酒，你一个从来不会喝酒的人逞什么能？他不能怪你，有我在这个山头，谁也别想欺负你。啊！
原料在运输途中受到了局部轻微受，导致超标的微量霉菌毒素，引发了鸡群肠道乳酸菌丰度暴跌12%，这是自然失衡变动。陈首席，你这10分钟排霉的手段简直神了！我说过，真正的优质品质从来不是靠最后检测卡出来的，它是从第一颗种蛋入库开始就注定的。一群白痴村集体干饭的废物工友，陈默才走了几天，你们连个最基础的全自动喂疗参数都不会调，统统给老子扣光当月奖金！人家陈默在的时候，这些精密设备什么时候出过半次差错？自己缺德把人赶走了，现在在这拿无辜工人撒气。老张头，你他妈有种再说一句！信不信老子明天连你那份承包长线养老金一起扣得一文不剩？赵虎！上个月交到总部的这批加急货，抗生素残留再次严重考标，省城大客户要彻底取消合作。月底这批核心加急单，你要是再给老子延期，就等着接违约金仲裁传票吧。张总，您千万别动怒，我拿脑袋保证，月底前把货一丝不差全部送到总部，设备已经在连夜找人重新调试参数了。虎哥，陈默那小子电话根本打不通，微信也全部被他拉黑了，咱们现在连核心饲料配方的边儿都摸不到啊。虎哥，要不咱们多带点礼品，拉下老脸去隔壁山坳基地里，把陈默请回来帮个忙。请个屁！他陈默不过是一个被老子赶出去的书呆子，离了咱们青梧村的资质，他能翻天覆城？老子就算彻底倾家荡产，也绝对不可能去求他施舍。头粮系统掉了整整3天还没调好，你们这帮吃白饭的废物拿老子的钱是干什么吃的？赵总，这套德系控制试剂的底层算法太复杂了，以前陈默在的时候全靠他一个人用自创简写代码在线微调，没有那本索引笔记本，我们根本进不去控制后台啊！闭嘴，滚！干不好就给老子卷铺盖滚蛋！当月工资和奖金全部给老子扣发一文不剩！虎哥，把他们全开除了，咱们厂里可就彻底一个懂自动化的人都没有了。机器一旦彻底锁死，大不了重新招，开高薪去县里挖。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2条腿的技术员满大街都是。让陈默立刻给老子滚回来调试设备，他要是赶不来，之前在村里用的那些公用实验计备的责价费，老子一分不少跟他算个一清二楚。赵虎，陈默跟你们村企没有任何书面合同，他现在是绿色试点的核心技术合伙人。你如果再敢用这种低劣的手段骚扰，我不介意走产业协会正式法律渠道。怎么了？推销电话成功，鸡的肠道菌群图谱你闭着眼都能画得一丝不差，你自己的饭点你什么时也抽空好好研究研究。吃完去隔壁行军床上乖乖睡4个小时，这是产业协会的死命令，别硬撑。虎哥，工人们过年都闹着要结清拖欠的3个月工资，现在设备全部开不了工，大家怨气越来越大，这厂子怕是只能年前彻底停工了。停工？停工期间，所有工人按小时全额扣发基础工资，谁敢带头去劳动仲裁委会告状，老子废了他！虎哥，不好了！新丰源的张总刚才打来加急电话，说下周要亲自带省城的大客户过来考察咱们的机场，确认年前加急单的交货产能。考察？现在厂里连喂料都喂不明白，老子拿什么给他考察？拿这些死鸡吗？沉默呢？让那个躲在后面的缩头软虫滚出来见我！强闯产业协会挂牌的绿色试点基地，你真当这里的保安和法律是摆设吗？立刻滚出去！哼，滚出去！一个靠拉项目混资历的小丫头片子，跑到这荒山野岭搭2个铁皮棚子，就真把自己当老总了？哼，放着厂里的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出来吃苦，不知好歹。
赵虎，你找死！老张，立刻叫执法队，把高清监控视频打包，控告他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执法队，不就踩落你几箱破鸡蛋吗？这叫经济纠纷，大不了老子按原价赔你。你少跟老子在这上纲上线。村里那套设备，你要是敢撂拖子不调，你看村委会怎么收拾你？经济纠纷，赵虎，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里挂的牌子，这里是产业协会挂牌的绿色试点基地。你今天强闯基地，恶意破坏热农扶持项目的生产经营，涉案金额早就过了，等着进去吃牢饭吧。你少在这吓唬人，你给老子等着！张总，哎呀，张总，您怎么提前来了？有失远迎。这位就是省城百家鲜连锁的大老板吧？快请里面坐，里面暖和。赵总，客套话免了。大老板今天行程紧，我们要当场检查你这批加急单的核心生产大棚，确认抗生素零残留，直接带路。赵总，希望你们内部的硬件环境不像这泥路一样糟糕。我们供应线对山门氏菌和禁药指标是一票否决的。老板您放100个心，我们清雾村企的技术全省第一。设备都是全自动，品控绝对稳过检疫大关。这到底是什么恶臭？赵总，你还敢跟老子吹嘘技术全省第一？赵虎，你老实交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棚里到底漏了什么违禁物，能把客户恶心成这样？赵总，你老实说，你是不是在饲料里加了什么不该加的违禁药？这味道根本就是烂透了。赵虎，你要是连最基础的品控都保证不了，新丰源的区域合同今天就得重新评估了。月底加急定帮要是交不出货，违约金条款老子让你倾家荡产。这不可能啊！呸呸呸！这都是新丰源发来的原厂料，怎么会有一股腐臭味儿？到底是哪里出了鬼？沉默！你快看这个终极数据，欧米伽3含量达到国标整整4.8倍，抗生素残留和重金属残留全部死死踩在零检出线上。这个数据能把半数同行直接吓死。4.8倍是最稳定的工业化合理优秀区间，不能再盲目往上拔了。后续我们还要继续优化菌群的30%代谢空间。陈大首席，你那蛋要是拿去下个月的省城绿色博览会，简直就是给那些同行放核弹。不过说真的，你蹲鸡缝的姿势有时候比鸡还要标准。数据采集需要固定视角，这样才能在盲测中保证绝对的物理闭环。什么？省里最大生鲜连锁的采购总监周总？对，我们就是云顶国际认证的生态基地。您明天下午带品控团队亲自驻场考察，没问题，随时恭候。大客户主动找上门了，省城最大的生鲜连锁采购总监看了国际认证的公示，明天要带专业品控团队来基地实地验货。要来这么多人吗？林主任，我不太会跟人做商业谈判，我看见陌生人，我的脑子会直接严重大面积来屏。蓝冰个屁！明天你只负责对着你那些心爱的数据自言自语，剩下的商业洽谈和党人的杂活，全由本姑娘一个人全盘包了。我们的便携式模块24小时实时采集温湿度与氨氮指标，肠道菌群检测芯片每6小时自动与后台健康基准进行高频对比，目前处于菌种复配 1.0 的完美对抗阶段。周总，您快看这个实时巨小图，欧米伽3含量竟然稳登压在国标的整整4.8倍线上，抗生素残留全部是绝对的零，这是我们全国检测过的所有禽蛋供应商里无可争议的第1名。好一个让数据说话！成功！这份长期独家战略供货长约，我们现在就签，每周固定起运量，价格按有机蛋品类的标准走，预付50%现金流。周总，合作愉快！我相信我们基地的技术绝对会让你们的门店销售额彻底翻3倍。赵虎，大白天老子最后通知你一次，合同已经彻底终止，因为你们连续延期且抗生素超标，新丰源法务部今天正式启动违约金追财仲裁程序。你就等着老老实实承担责任吧。都给老子滚！滚出去！没有沉默，老子当年能白手起家，今天一样能把厂子撑起来！滚啊！赵总，总部派出的驻场监察组明天上午9点准时全线到场。从明天开始，每天上午都会有卡车来你库房拉货抵债，生产多少拉多少，一斤也别想留，听懂了吗？赵虎那边已经连续3次因为抗生素超标延期交货了，总部每天都在要供货结果，
这个合作点风险太大了。张总，市场行业自律协会和品控专案组最近查得很严，赵虎要是彻底塌了，会直接连累到总部的供应链信用。赵虎这个点不能再用了，立刻终止对他的技术和原材料增援。你带人马上去查那个沉默的基地，看看他有没有实力接下明年的加急大单。明白，我亲自带齐品质标准文件走一趟。张总，催什么催？机器调配需要时间。赵总，既然你这么有骨气，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新丰源离了老子在云岚山的备案点，他去哪儿找这么大产能？张红这老小子就是吓唬人，不用管他。可是虎哥，陈默那小子现在电话不接，微信拉黑。如果他真的不回来，明年的大单我们拿什么生产啊？他一个书崽子，手里就那点积蓄，离了清武村连饭碗都没有。等他的基地过几天撑不住破产了，肯定会回来求我。到时候老子再好好治他。刘代表，这边请。陈工，久仰大名，我们总部现在急需大批禽蛋填补年前缺口，只要您的品质能通过我们的盲测标准，新丰源明年的全部长约订单可以一次性全给你们。全部长约订单，好，给我半个小时，让数据说话。刘代表，这是我们今天刚出产的盲测样品，你可以用你们带过来的任何仪器现场验蛋，检测结果说明一切。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证据终于全了。陈工，这批盲测蛋的欧米伽3指标稳胆压在 4.8 倍，抗生素和违禁促生长剂完全是0。下周这批货，请您帮忙，救救我们新丰源吧！接单没有问题，年前这批货的加急订单我可以全部吃下，但是一期试验性鸡舍产能有限，我的工人必须放假回家团聚。你能给什么条件？陈工，只要你们年前把货源赶出来，加班期间所有工人的工资由我们新丰源承担，全部按3倍工资当日结算。留岗的工人，我们另外发过年津贴，不需要你们预付1分钱材料款。我今天下午就让卡车把全套基础饲料免费送进库房，我亲自驻场盯着，只要拉走1箱蛋，货款当天日结，1分不欠。好，刘代表既然把诚意摆在桌子上了，陈工，那我们现在就正式签约。好，干得漂亮，品质远超赵虎那个废物。刘成，你定在沉默基地里，他要什么给什么，明年的全部大单立刻定他。虎哥，完了！新丰源的刘经理今天一早亲自开车去隔壁山奥沉木的基地签长期协议了。你放屁！新丰源是老子的合作方，张红怎么可能去找陈默？挂了，张红竟然敢挂老子电话，他真的要把老子踢出局了。哈哈哈哈！沉默基地产的凤鸣蛋品质过硬，简直就是我们在西南山区的金字招牌。助理，你听好，只要他年前保质保量完成加急订单，明年全部大单都交给他，预付50%现金流不可扣。张总英明，流程已经全天候驻扎在沉默的试验基者里了，目前设备运转规范，生产一切顺利。告诉刘成守在基地，每天拉货时带我向沉默示谢。过完年，我带总部高层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农学专家。喂，周总，您消消气，您放心，加急单的货源我们已经在组织生产了，下周5绝对保质保量给您送到省城门店。对，绝对如期。陈默那个白眼羔羊，抢老子的单子，断老子的财路，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虎哥，大事不好了！咱们机场的工人昨晚听到风声，知道老张头在隔壁沉默基地拿了2倍高薪，现在几个骨干工头领着所有人堵在后面大棚里，说要提前结清拖欠的3月工资，不然集体停工走人。结清工资过年没门儿！告诉那帮工人，今年春节不放假，通通留下来轮班赶工。谁敢闹事，老子1分钱都不发，让他直接滚出清武村！赵虎简直把我们当成牲口使唤，工资拖欠3个月不发，现在过年连假都不放，还威胁要扣光我们底薪。张叔昨天半夜托人带话，小莫的生态基地正在扩张，专门给咱们村老兄弟留了位置，工资开2倍，下个月就缴5险1金。咱们干脆集体投奔陈工，在这耗着有什么意思？虎哥，按照规定，过年期间要是强留工人加班，咱们得按规定发3倍工资啊，不然劳动仲裁委会发个屁！老子现在账面上连活钱都没有，拿什么发3倍？
通通按考勤扣罚底薪，谁敢多嘴，老子饶不了他！虎哥，不好了，大棚出大事了，几十个员工都聚起来了，砸了料槽。他们大喊要结清拖欠的3个月工资，结完就立马走人，说这机场已经没订单了，不想在这儿耗着。反了天了！一群工人竟敢砸老子的场子！走，跟老子去鸡舍，老子倒要看看哪个带头的敢闹事儿！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谁借给你们的胆子在这聚众闹事？谁今天说要结工资走人的，给老子站出来！信不信老子让他立马滚出青梧村？赵虎，你少在这儿拿老板的架势吓唬兄弟们。老张头说的对，你这个破机场当年要不是全靠沉没成功，没日没夜调参数配饲料，你去年就破产了。你答应给人家3成分红，最后拿8000块打发，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现在成功走了，你连基础的饲料配比都搞不明白。这几天3号大棚的鸡大面积病死，新丰源早就不跟你合作了。你手里现在连活钱都没有，连订单都完不成，我们凭什么还要在这儿陪你耗着？结清拖欠的3个月工资，我们马上集体离职走人。还钱！结清工资，我们马上走人！现在还不是时候，等博览会开幕，有媒体和第三方品控部门在场的时候再提交，才能把证据坐实，不让他有机会销毁，避免更多孩子吃到问题参悟。你们一个个都吃村集体的饭长大，现在长能耐了是吧？不知道厂里手里有省城的加急大订单吗？明年都不想干了是不是？加急订单有个屁用！你连最基础的饲料配比都搞不明白。3号棚、1号棚的鸡群3天2头大面积拉稀病死，你拿什么给人家生产？拿这些死鸡去交货吗？技术员呢？老子花大价钱养的那几个大专技术人员死哪儿去了？让他们立刻滚过来调参数！赵总，技术人员前几天因为智能后梁报错，全被您自己给亲手开除了。开除了好，那帮草包技术员根本就是摆设，哼，平时连中控报错代码都看不懂。这3年设备维护、军种扩资全靠沉没成功，他一个人没日没夜的死撑了3年。1年前鸡瘫痪成什么样子，我们心里没数吗？那你们都走吧。去，给我登记好了！今天走的这帮人，明年哪怕跪在地上求我，也一个都不许要！主任，赵虎那边的加急单彻底垮了，陈默这边，咱们村委会要不要？先别说了，让我想想吧。虎哥，后面大棚里连一个工人都不剩了，要是明年的大订单合同下发了，陈默那小子不来调智能配方参数，我们可该怎么办啊？你慌个屁！他陈默就是个只会闷头搞技术的愣头青。离了咱们青梧村在全省拿到的有机合规养殖资质，他一个人在外面根本撑不了多久。等他的破山告基地资金周转不开垮了，肯定会回来找我。到时候我随便给他开个几千块工资，他就得乖乖回来干活。1号车、2号车的速度再快一点！今天这批首发云蓝凤鸣蛋必须赶在中午前送到各大连锁商超，品质和包装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磨损。周总，哎呀，周总您怎么还亲自带团队过来了？快请里面坐，快请。林主任，合作愉快。我刚才在来的路上已经看完了这批云蓝凤鸣蛋的盲测数据，Omega-3指标4.8倍，且禁药绝对零，品质远超行业标准。你们这个小山坳基地里绝对藏着一条技术真龙啊！走，快带我去见见陈默成功。周总，这边请。这就是我们基地的核心技术负责人陈默成功。我们2期所有的自动化数据模型和菌群对抗密钥，全部是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研发的。成功，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久仰大名啊！能把微生态菌种全链路跑出这么硬核高度的，全省你绝对是第一人。这是我们总部通过加急中险的正式独家战略供货合同，条件都在上面，你一定要先过目。行了，不用再对任何字眼了。陈工，只要你能优先保障我们的产能，我们在原有有机蛋价的基础上，直接给你额外增加5个点。明年的全部供应订单全盘由你基地承包，预付50%现金堆。我们现在就正式签约。赵德发，陈工，没事儿，合同都签完了，长辈电话你先接，我们不打扰。我跟林主任再聊聊年前周转箱的细节。赵主任，我说过了，我不干了，有什么事吗？小牛啊，是叔啊，那虎子那边的机场这回是真的彻底烂透垮了。新丰源的卡车已经开进院子要拉货抵债了，全村集体入股的钱都在里面啊。叔这回知道以前偏心偏错了，叔给你赔不是。叔求求你大发慈悲，回来帮着叔和村里救救这个厂子吧。叔，我现在有自己的基地，有自己的工人，有自己的技术体系。青梧村起的事儿不是我不帮，是已经帮不了了。您应该明白，错过的路不是回头就能走通的。怎么了？没事，赵主任的电话，我们继续调下一步参数。陈工，我们这帮老兄弟在赵虎那儿干了7、8年，现在他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大伙儿商量过了，想跟着你干，工资你按规矩给，我们绝无二话。只要不嫌弃我们年纪大，能干活。张叔，你们能来是看得起我。基地现在正好缺熟练工，工资按2倍给，5险1金全额缴，明天就办入职。先跟着林主任熟悉生产线。谢谢老陈工。都别站着了，跟我来办手续。老张头，你先去3号鸡舍看这批新进料的含水露，陈工昨天提过一嘴。老张头带来的这批人，都是当年跟我一起熬夜救鸡的老手，技术底子有，就是设备不熟。我晚上给大伙儿加一节操作培训课。陈首席，你已经是个合格的老板了。虎哥，刚才村委会来人了，说村集体的承包合同要收回，因为连续2年未缴承包费，要依法收回。收回？他赵德发是我亲叔，这合同当年是他亲手签给我的，他敢收？虎哥，赵主任他昨天在村委会当众说了，说一切按规矩办，不再偏袒任何人了。这套便携式通风模块的校准逻辑和以前村企德系设备完全不同，温度偏差超正负0.3度，湿度超5个百分点，系统会自动报警。报警后别急着重启，先看肠道菌群芯片的实时基线，如果基线编动超过8%，优先排查饲料受潮问题，不是温控设备。陈工，你以前在赵虎那儿讲课，可没讲过这么细。那时候你一讲参数我们就犯迷糊，现在听你拆开揉碎了讲，居然都能听懂了。以前他们不让讲这么细，说商业机密不能外传，但现在这些技术，我觉得应该让够干活的人心里有数。林专员，这份方案我看了一整晚，村企的烂账、承包合同的纠纷、赵虎那些乱七八糟的贷款，我承认这些年我一直在装糊涂。这是赵虎当年伪造村民代表签字、地价承包集体土地的原始材料复印件，我今天把它交给你，该怎么处理，你按规矩办。赵主任，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我会核实，如果属实，它能帮村里追回大量流失的集体资产。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我包庇了那小子这么多年，全村人看在眼里，嘴上不说，心里都骂我老糊涂。现在他想把全村人的饭碗都砸了，我再护着他，死了都没脸见祖宗。赵主任，村里的转型方案，我们产业协会已经在走流程了。生态基地2期会优先录用青梧村的剩余劳动力，这事儿办好了，村里的账能慢慢还清，日子也能重新过起来。喂，我昨天晚上发现衣柜里的那个鞋盒好像被人动过了，你动我东西了？你喝多了自己翻的，把旧鞋都踩烂了2双。我不动你东西，你别冤枉人。拉了。
省里绿色博览会的正式邀请函下来了，展位已经分配好，就在主展厅正中央，对面就是新丰源集团的展位。新丰源也参展，他们的展位跟我们对门。怕啦？不是怕，我是想我们的凤鸣蛋检测数据已经全链到公开了，如果他们现场提出质疑，我需要在展位旁设一个独立的盲测台，现场开壳，现场检测，现场出报告。可以啊，陈首席，连对家可能出的招都想好了。行，盲测台我帮你安排，再加一台便携式检测仪和一块实数据大屏，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用数据说话。林主任，你们基地这个屎沟的货，我们门店复购率比上月翻了1倍，消费者反馈说蛋黄颜色特别亮，蒸出来香气都不一样。周总过奖了，陈工最近在优化第2代复配军中，等新品出来，品质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周总，出什么事了？不是你们的事儿。省里绿色博览会的主评委是新丰源张红的大学同窗，这事有点棘手。周总那边传的消息，主评委跟张红有关系，我们不能指望评委委员会完全客观。评审委员会的评分标准是公开的，盲测数据占比60%，现场答辩25%，综合印象占比15%。只要我们盲测数据绝对碾压，评审再偏也得按规则打分。现场答辩呢？你上？我不太擅长当着那么多人说话。行，答辩我上，但你得提前给我写好技术稿，把我教成懂参数的技术发言人。我已经在写了。村委会收回了承包合同，新丰源的催债函寄到了村委，让村里代收。商事仲裁那边下周2出最终裁决结果。老张头带着厂里那帮人去陈默那边了。我昨天路过基地门口，看见他们穿新工服在那边干活。你当初要是按约定给他3成分荣，现在也不会是这样。林陈默，这可以是熟悉的请辞账户上。陈工，林主任，我代表张总过来打个招呼。张总说咱们是老朋友了，展会上多走动走动。那个就是周总说的主评委。农林领域的老专家，跟张红是大学同窗。不过放心，他再偏也偏不过数据。样品编号107，生产日期3天前，全程冷链运输，独立包装，请评审委员会检测。107样品。欧米伽3含量4.82倍国标，沙门氏菌未检出，羟生素残留未检出，重金属残留未检出。检测数据已注入系统。林专员，你们的欧米伽3数据确实很漂亮，但我注意到你们的数据全部来自自研的肠道菌群检测芯片。我想问的是，这套芯片的校准标准是什么？是否经过第三方独立验证？钱老师，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套芯片的校准标准上个月已通过欧盟 ISO17025实验室互认，第三方认证报告原件就在我手里，欢迎钱老师随时查阅。周嫂子，你怎么来了？陈工，林专员，我来是为了送一份东西。嫂子，你想好了？想好了，赵虎往儿童营养灌餐掺违禁促生长剂的事，证据原件我全带来了，还有他跟地下下工厂的账目往来，5年回扣流水都在这里面。我特意选在今天展会有媒体和第三方品控人员驻场的时候提交，就是要把证据当面交上去，彻底把违法的人绳之以法。嫂子，如果你决定提交，我建议通过产业协会的正式渠道移交市场品控监管部门。林专员的产业协会绿色通道可以受理，这样证据链更完整，法律效率也更强。陈工说的对，嫂子，你这批证据如果是通过我产业协会的渠道正式备案，后续的商事和行业自律程序会快得多。你敢不敢现在就把东西交给我？我以产业协会项目负责人身份现场受理。
钱老师，打扰了，我是区域绿色产业协会的林晓，现在有一份涉及违禁促生长剂添加、食品安全违法和行贿回扣的实名举报材料，需要在展会现场依法递交，举报人就在这里，愿意当面对质。实名举报，涉及谁？青屋村企法人赵虎，以及新丰源集团区域经理张红。现场展会期间，所有举报材料应由展会纪律委员会接收，但我作为主评审，有权确认材料真实性。林专员，你把材料留下，我会联系展会纪律委员会正式接见，同步移交市场品控监管部门。我接到电话，实名举报，涉及我。张总是赵虎那边的人，赵虎的老婆，他今天亲自来送的，材料里有我们回扣流水的复印件。他怎么拿到的？那些东西我藏在公司财务部加密柜里。她一个家庭妇女。张总，我们现在怎么办？通知总部法务部，让他们立刻准备应对预案。另外，联系陈默。陈默？对，陈默。这件事现在只有他出面作证，证明我当初终止与赵虎合作，转向他基地，是出于品控风险的商业决策，而不是跟赵虎有过任何私下交易。如果他愿意配合，我还有一线生机。陈工，请留步。刘代表，有事。陈工，我就直说了，张总那边出了点事儿。赵虎的老婆今天在展会上向评审委递交了实名举报材料，材料涉及张总和赵虎之间的回扣往来。张总想请你作证，接新丰源订单是商业决策，没有私下交换。刘代表，我能做的证只有数据，我的军种品控检测数据全部公开可查。我当初接单是因为你们采购代表带设备和真实需求上门。对，就是这个。陈工，你愿意出这个面，张总那边就……但我不会为任何人做伪证。如果行业调查部门需要我说明情况，我会如实陈述所有事实，包括赵虎当年赶我出门，也包括新丰源转单的过程。嫂子，你今天在大庭广众下交了那份材料，从明天开始，赵虎会知道你来了这里，你有什么打算？孩子我昨天已经送去我姐姐家了，我什么都安排好了。嫂子，等这件事结束，你想干什么？我想去学点东西。我年轻时候在农校学过1年畜牧，后来结婚就没再碰过了。要是有机会，我想去你们基地干活，哪怕只是扫鸡舍。那就说定了，等博览会一结束，你就来基地报道。陈默那边我去说。凤鸣蛋的数据，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本届博览会所有参展产品里最硬的，没有任何争议空间。那钱老师，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仅仅因为举报材料涉及到了我的熟人就故意压分，那这个评审委员会主席的位子我就该自己辞了。实名举报材料移交展会纪律委员会，同时触骚省品控行业协会和市场自律监管部门，按程序走，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陈工，恭喜！你们基地的数据和品控体系是本届博览会当之无愧的第一。我代表评审委员会正式授予年度绿色标杆产品称号。谢谢钱老师，这个奖属于我们基地每一个工人。赵虎，经查你涉嫌在禽类饲料中非法添加禁促生长剂，伪造村民代表签名低价承包集体土地，以及去年特大洪灾期间涉嫌破坏水利设施。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证据使用。上游泄洪闸是我让人开的，那场洪水是我放的。陈工，这个奖杯搁在咱们基地正门口，比什么招牌都管用。昨天隔壁村那个养殖户路过，专门停下来看了半天，问我这儿还招不快人。张叔，奖杯是大家的功劳。2期扩建的厂房已经批下来了，人手确实还不够，你帮我看着点，有合适的人可以介绍来。成功！省农研产业联盟的共享实验室合作协议正式批复了。从下个月开始，我们基地的菌种扩繁，可以共享省级实验室的无菌资源。陈首席，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这1年，你可能要忙得脚不沾地了。忙就忙吧，只要数据不出错，什么单子都接得住。主任，赵虎的案子下个月走商事仲裁，村企的资产清算报告，第三方审计所已经出了初稿，亏空比预向的还要大。亏空多少？加上欠工人的工资、欠饲料供应商的货款，还有新丰源的违约金，
总共差不多800多万。跟审计上说，村集体的宅基地和荒地能变现的尽快评估变现，先紧着工人的工资发，剩下的我私人掏。主任，你个人……我当了这么多年主任，村里这点家田是我一手造空的，该还的债我得还。走吧，回村委。各位来宾、各位工友、各位父老乡亲，今天不仅是云岚凤鸣蛋2期基地的揭牌仪式，也是我们与青梧村签订建村企联动振兴协议的日子。从今天起，基地2期将优先录用青梧村剩余劳动力，并将部分利润反哺村集体公共事业。陈首席，你也说2句。技术是服务人的，不是用来压人的。我们基地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数据，是大家一起干的活。希望以后这片山里的日子能越来越好。陈工，你刚才那几句话憋了多久才想好的？昨天晚上在宿舍对镜子练了10几遍。陈默，等3期基地建起来，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子？我想把技术手册印成册子，发给周边的养殖户，让那些跟我一样没有背景只有技术的人也能把这件事做成。那就一起把它做成。这本手册要是印出来，光是周边几个县的养殖户就得抢破头。你确定不收钱？不收。技术手册收费就违背了当初写它的初衷。陈工，你这个人吧，有时候真的挺让人不知道怎么夸你。那就别夸了。帮我看看排版，第3章的主种扩排流灵图有没有放错位置？各位乡亲，今天这本手册是陈默陈工花了大半年时间写出来的。里头写的全是咱们这片山头能用得上的土办法和科技法子，不收钱，谁想学都可以拿一本回去看。张叔，俺们这种小3户，家里就100来只鸡，也能用这手册上的法子？能。陈工专门在手册后面加了一张小规模应用指南，就是给你们这些显户写的。陈工，你们上个月供货的20万枚凤鸣蛋，终端反馈的获损率只有0.03%，这个数据在行业里是不可思议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的？主要是2方面的原因。第一，我们的菌种复配方案让蛋壳致密度比普通禽蛋高出约15%，运输过程中的破损率本身就更低。第二，我们的冷链监控系统每15分钟上传一次实时数据，任何温度变动超过0.5度就会自动报警，我们能在获损发生前提前干预。嫂子，你上手比我想象的快，这套系统老张头学了3天才摸熟。以前在农校学过一点基础，这些年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有些东西手还记得。周姐这学的也太快了，我还在背操作流程呢。人家以前读过农校，有基础，现在肯下功夫学，当然学得快。陈默，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坐我车的时候，就是你指路教我垫木板那次？那时候你轮胎卡在刨取沟里。对，你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着。什么话？你说这排水沟的导洪管直接埋在碎石堆里，入口连个沉沙池都没做，淤塞1/3就废了。这批次的蛋品合格率比上周又涨了2个百分点，大家这段时间的精细化卫士没白下功夫，还是陈哥你教的益生菌配比方法管用，鸡群状态稳，产蛋率自然上去。这是今天的分拣太长，各批次的重量、品级都登记清楚了，等下就能装车送县城商超。周姐，你这项账记得比之前的老快家还清楚，有你在车间盯着，我们都放心。那是，人家以前读过农校，有基础，现在肯下功夫学，当然学得快。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准备材料，下午就到产业协会对接。
是县农业产业联盟的电话，省级生态农业竞相申报通知试下来了，咱们基地符合申报条件，截止日期就在3天后。这是好事儿啊！要是能拿到示范项目授牌，咱们的生态养殖模式就能往全县推广，带动更多村民一起干。我这就去把这大半年的养殖数据检测报告都整理出来，保证不耽误申报。您可算来了，我在这儿等您快半小时了。别来这套，我们张总让我给你带句话，之前你给我们供的那批蛋品掺假，公司损失不小，那笔账还没跟你算呢。我知道，这次我找您是有个整垮陈默的法子，只要你们肯搭把手，他那基地肯定开不下去，到时候这一片的供货渠道还是咱们的。张总说了，你自己惹的烂摊子自己收拾，公司不会再给你掏1分钱，你好自为之吧。陈默，你别得意，咱们走着瞧。这是近半年所有批次的蛋品检测报告，还有土壤水源的检测合格证明，都在这儿了。辛苦周姐了，有这些材料，咱们申报的底气就更足了。我这边也把跟县城商超、学校食堂的供货合同都整理好了，还有这几个月带动村民就业的名单，都是实打实的成绩。陈默，你给我出来！你占了我家的地开养殖场，今天不给我个说法，我就堵在这儿，不让你们出货。你胡说八道！这地是村里集体流转的，合同都在村委放着，你少来这儿撒野！我下去看看，他这是故意来找事儿，想耽误咱们申报和出货。我跟你一起去，我已经给村两委和片区商事调解点打了电话，他当年做的那些亏心事我都记着，真要闹起来，我也能作证。大家快来看啊！陈默非法占我的地，开黑心养殖场赚大钱，欺负我这个老实人啊！第一，这块地是我跟村委签了正规流转合同的，每年的流转费都按时打到村集体账户，分给全体村民，合同可以随时给大家看。第二，我的养殖场所有资质齐全，不存在什么黑心养殖场。我是区域绿色产业协会的项目专员林晓，今天我们就在这儿，你要是有什么合法诉求，可以走正规渠道反映。要是故意堵门滋事，影响正常生产经营，是要负相应责任的。你们官官相护，我不管。今天陈默不给我20万赔偿，我就不走了。赵虎，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当年你侵吞陈默的技术，在营养餐里掺假的事，我这都有证据。你要是再闹，我们现在就把证据交给市场品控部门。赵虎，你又来这儿闹事！上次你撬谢公闸嫁祸陈默的事儿，还没跟你算准账呢。跟我到村调解室走一趟。我不服，陈默，你等着，我不会让你好过的。我们的生态养殖模式采用林下银散养加益生菌尾式的方式，鸡粪经过发酵处理后，作为周边果园、菜园的有机肥，形成完整的生态循环。蛋品的农残、抗生素检测全部为零，目前已经带动本村12名村民稳定就业。跟17家县域商超、学校食堂达成了长期供货合作。你们的模式很扎实，数据也很良实。我问一下，要是拿到示范项目的授牌，你们下一步有什么规划？我们打算免费给周边愿意做生态养殖的村民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标准，统一销售，让更多村民能靠正经养殖赚到钱，把咱们青乌村的生态农产品牌子打出去。你们的材料我们都收好了，评审结果3个工作日内就会公示，你们回去等消息就行。麻烦各位专家了，我们回去等好消息。刚才你介绍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我在旁边都替你捏了把汗。有实打实的成绩在，没什么好紧张的。要是真能评上，咱们接下来的担子就更重了。好，我们知道了，这就往回赶。周姐说，村调解点刚才来电话，赵虎因为之前故意撬谢雄夹、寻衅滋事，还有营养餐掺假的事，数罪并罚，已经被正式纳入行业失信名单立案调查了。他背后跟新丰源勾结的那些线索，也都移交给市场品控监管部门了。太好了，这下终于能踏踏实实搞发展了。陈小子，我们都听说了，你要免费教我们搞生态养殖。是真的，王大叔。以后大家要是想搞生态养殖，选鸡苗配饲料找销路，我们基地全包了。只要大家肯踏踏实干，肯定能赚到钱。之前我总觉得人要是走错了路，这辈子就完了。现在才知道，只要肯踏踏实干，什么时候重新开始都不晚。是啊，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日子才最踏实。
陈默，快过来！省级生态农业项目的公示出来了，咱们基地评上了。我就知道你小子能行，当初赵虎那样挤兑你，你硬是靠自己的本事干出了名堂，还给咱们村挣了光。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要是没有村里支持，没有大家一起帮忙，我一个人哪能干成这么大的事儿？是啊，等示范项目的扶持资金下来，咱们村的集体养殖合作社就能正式挂牌了。到时候大家按比例入股，年底都能分红。村两委已经商量过了，聘请你当咱们村集体合作社的技术总监，专门给大家做技术指导，可不能推辞啊！支书你放心，我肯定把我会的都教给大家，绝不藏私。咱们一起把日子过红火。当初我在这儿干了快10年，总以为这就是一辈子的依靠，没想到才短短1年时间就变成这样了。人要是总想着走捷径，坑别人，再好的家底也守不住。踏踏实实把事做好，才能走得长远。我已经把赵虎之前跟新丰源勾结，在营养餐里掺假的所有证据都交给市场品控监管部门了。他们说很快就会立案调查新丰源的问题。等合作社的鸡舍建好了，我想申请负责第1期的农户技术对接。我读过农校，又有养殖经验，肯定能把大家教好。那太好了，有你帮忙，我就更放心了。陈总监，请问咱们合作社接下来的发展目标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说说？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让更多愿意踏实干活的村民靠自己的双手赚到钱，让更多人吃到放心的生态农产品，把咱们青梧村的牌子打到全省全国去。刚接到市场品控监管部门的电话，新丰源因为长期垄断货源串通的核产品已经被立案调查了。他们之前占有的那些市场渠道，现在都主动来找咱们谈合作了。这是第1期入社的32户村民的名单，技术培训的教室都布置好了，等揭牌仪式结束就能上第1课。你小子是咱们村的功臣，等年底合作社赚了钱，我带头给你发大红包。支书，这都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我就是个懂点技术的普通人，真要算功臣，在座的每一位愿意踏实干的乡亲都是功臣。还记得1年前我第1次来这调研，在路上碰到你，你那时候刚从赵虎的养殖场出来，背着个旧帆布包，说要自己搞生态养殖。我那时候就觉得你肯定能成。其实我从来没想过要当什么老板，我就是学这个的，就想让自己学的技术能真正派上用场，让乡亲们不用再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把钱赚了。你做到了，现在不仅你自己的基地成了省级示范项目，还带着全村人一起干。再过2年，咱们青梧村肯定能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这才刚开始呢，等以后咱们的产业链做起来，还要搞农产品深加工，搞乡村旅游，让更多人知道咱们青梧村的好山好水好产品。大家慢着点儿，这箱是头茬绿客蛋，碰碎了到展会上没法给客商看样。放心吧，陈技术师，我们垫了3层稻草，颠不坏。陈默，省农博会的养位批下来了，就在特色农产品展区核心位置。主办方还说要给我们留个新品发布的发言位。真的？之前不是说核心位都给了省内头部农企吗？我早上就接到通知了，咱们的生态蛋上次送检的营养指标比行业标准高30%，主办方特意调整的展位。那咱们村的牌子这次可要打到省里去了，到时候订单多了，大家的分红还能再涨。陈默，不好了，赵虎带着人往山上去了，说要把咱们基地上游的引水渠给堵了。你别冲动，我先给镇里的水利协助站和片区调节点打电话，咱们一起上去，别跟他起正面冲突。我跟你们一起去，山上的岔路我熟，能抄近道截住他们。嘿，给我堵，把这渠口堵严实了。我看陈默那小子没了水，还怎么搞他的破生态养殖？哼，我让他去省城里出洋线。虎哥，这渠下游还有几十亩村民的菜地呢，堵了村里人要骂的。骂就骂，他们敢把我怎么样？等陈默的基地黄了，我看他们还不是得回来求我收他们的鸡？快点动手！赵虎，你敢堵引水渠？这是集体的水利设施，你故意破坏是违法的。哼，违法？你少拿大帽子压我！这山是我之前承包的，这渠在我承包的山段上，我想堵就堵，你管得着吗？赵虎，我是产业协会的林晓，你现在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水利设施保护相关条例。如果你现在立刻停止，把带来的东西搬走，我们可以不追究。如果你执意要堵，片区调解的同志马上就到，后果你自己承担。行，你们人多，今天我给林干部一个面子，咱们走着瞧。我看你这农博会能不能顺顺利利开成。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算了，咱们去展会的这几天得安排人在渠边轮班守着。我今晚就安排值班表，绝不能让他搞破坏。
咱们的展位布置好了，刚才主办方过来说，一会儿开幕巡展的领导要过来咱们这边看，你准备一下介绍词。放心，咱们的产品硬，不管谁来，我都能把咱们的养殖模式说清楚。你们这绿壳蛋我之前见过不少，好多都是为色素凑出来的，你这蛋凭什么比别家的收购价高2成？张总您尝尝，我们的蛋都是散养在云岚山的林下，吃的是丛草和谷物，没有抗生素。这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硒含量和氨基酸含量都比普通鸡蛋高不少，您吃一口就能尝出区别。这蛋黄香，没有腥味，口感确实不一样。你们现在产能有多少？能不能给我们商超长期供货？张总，我们现在1期基地的月产能是5万斤，下个月2期扩建完能到10万斤，这是我们的供货方案，您可以看看。同志，就是他们，他们的鸡蛋都是为了违禁药的，根本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专门来展会上骗采购商的钱。小伙子，这怎么回事？如果产品有问题，我们可不敢合作。同志，我们的产品所有检测报告都在这里，每一批货都有合格证明，随时可以接受抽检。什么合格证明？都是伪造的！我跟他一个村的，我还不知道，他那养殖场乱得很，鸡都病死了好多，这些蛋都是从别处收来凑数的。我就说他这蛋有问题吧，等结果出来，看看，我看他怎么收场，到时候不仅要被赶出展会，还要被罚款。赵虎，你要是恶意举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哼，我承担什么责任？我这是为了广大消费者的安全着想，举报不合格产品是公民的义务。检测结果出来了，这批鸡蛋的抗生素、违禁添加剂指标全部合格，营养指标优于普通散养鸡蛋标准，没有任何问题。绝对不可能！我明明让人在他样品箱里，你明明让人在我们绿壳蛋参展样品箱里放了喂过违禁药的鸡蛋，想换走我们的样品，对不对？幸好我们出发前重新换了整箱的新样品，带了封条，你派来的人根本没机会碰。你涉嫌恶意举报，扰乱展会秩序，跟我们去组委会办公室走一趟吧。大家静一静，今天咱们合作社第一次分红，这才3个多月，每户最少的都分了3000多，多的能有8000多，这都是陈技术员带着大家干出来的。以后咱们好好干，分红还能更多。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从来没想过在家门口养鸡能赚这么多。之前赵虎站着养殖场的时候，我干1年都存不下3000块，这才3个多月就拿到这么多，真是谢谢你啊，小陈。王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以后咱们把2期基地建起来，大家赚的还能更多。刚才统计了下，这次分红总共发出去28万，除了留着扩建的资金，剩下的都分完了。大家的积极性比之前更高了。昨天还有好几户之前跟着赵虎干的村民过来问，想入咱们合作社。之前赵虎的养殖场因为营养餐掺假的事被查了，现在他欠了工人一屁股工资，工人都走光了，他那个养殖场快撑不下去了。他那个养殖场的排污不达标，之前就往河里抬粪水，要是真垮了，没人管的话，下游的水源要被污染。你还来干什么？之前你堵水渠去展会恶意举报的事儿，片区条例点还没找你算账呢。陈默，我之前不是人，我对不住你，对不住村里的乡亲们。我那个养殖场现在撑不下去了，我知道错了。你能不能收了我的养殖场？我想跟着你干。不行，之前他那么欺负人，扣我们工资，还搞破坏，凭什么让他入社？就是不能要他，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我知道之前我做了太多混账事儿，大家不相信我是应该的。我之前欠了工人12万工资，都打了欠条。我把养殖场抵给合作社，只要合作社帮我把工人工资还了，我以后就在基地干活，什么苦都能吃，再也不搞歪门邪道了。你真的知道错了？如果他真的能改，把养殖场整合到合作社，统一做排污处理，既能解决水源污染的隐患，还能扩大产能。之前被他欠薪的工人也能拿到钱。赵虎之前确实做了很多错事，该承担的责任他跑不掉。但如果他真的愿意改，把养殖场拿出来入社，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有3个条件。第一，他之前欠的工人工资从他的分红里慢慢扣，直到扣完为止。第二，他以后在基地干活，和其他工人一样拿工资，遵守合作社的规矩，要是再敢搞破坏，直接送相关部门。第三，他之前掌握的养殖渠道全部交给合作社统一管理，不能藏私。我答应，我都答应，我以后肯定好好干。那就看你以后的表现。
这排水沟我快清完了，清完就去喷鸡舍消毒水。歇会儿再干。这是新的生态养殖规范，你之前养殖方式不对，密度太大还喂抗生素，以后按这个规范来。下周安排小李给你做培训，考核过了之后，你才能负责管鸡舍。哎，我一定好好学。之前我不懂技术瞎搞，才把鸡养的老是生病。以后我肯定都按你说的要求来。陈哥，排污管道已经铺完了，粪水通到少气支里，发酵后能给果树当肥料，以后不会往河里排了。赵虎，这是你的工服和工牌，以后按时上下班，考勤和大家一样，月底算工资。哎，谢谢。之前我对你不好，还骂过你，对不住啊。没事儿，以后好好干就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虎哥，你真的在这儿干活啊？我们还以为之前说入社是说着玩的呢。是真的，之前我确实对不住大家，欠大家的工资，合作社已经先帮我发了。以后我就在这儿好好干，慢慢把钱还给合作社。我再也不搞之前那套不符合规范的操作了。陈哥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可以开播了啊！现在在线500多人，都是看农博会报道过来的。大家好，我是青梧村生态养殖合作社的陈默，今天第一次开直播，给大家看我们真实的养殖基地，还有我们合作社产的特色绿壳商品蛋。大家看，我们的鸡蛋都是零下散养，无抗生素，蛋黄绵密，口感香。大家看，窗外就是我们的散养林区，鸡都是在林子里跑的，吃的是杂草和谷物。所有检测报告都在小黄车，大家可以放心拍。我们的产品每一批都有正规的检测报告，大家不放心可以随时来基地参观，我们欢迎。爆单了！刚开播10分钟，已经卖出去3000单了，库存快不够了。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们肯定把好质量关，给大家发最新鲜的鸡蛋。各位乡亲，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看看咱们刚建好的产业孵化园，以后不管是哪个村的养殖户想学生态养殖技术，都能免费培训，产品检测、冷链发货，我们统一提供服务，大家不用自己找渠道，也不用担心技术问题。林干部，我们之前自己搞养殖技术不行，鸡老是生病卖不上价，你们真的愿意免费教技术，还帮我们卖货？李大叔，是真的，我们的养殖技术经过1年多实践验证，只要按照规范养，成活率能到95%以上。养出来的蛋和鸡，我们合作社统一按保护价收购，不用大家自己找销路，就算市价跌了，也按保护价收，不让大家亏本。我一开始也不信，但是我们村这1年大家都看到了，跟着陈技术师干，真的能赚到钱。之前赵虎都改好了，现在他1个月拿4000多工资，年底还有分红，比之前自己瞎折腾强多了。有这设备，咱们以后卖货就有底气了。之前收蛋的老是压价，说我们的蛋没检测报告，以后就不怕了。大家要是愿意加入的话，今天就可以签协议。下周第1期培训班就开课，包教包会，学不会可以接着学，不收任何费用。我早就想学生态养殖了，就是之前没人教，怕赔本。现在有你们带着，我就放心了。回去我就把家里的鸡舍改造了，按你们的规范养。我之前在这山上待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想过咱们穷山沟能变这样。之前我总想着自己赚大钱，坑了不少人，现在才知道大家一起赚钱才是真的赚。现在咱们不仅搞养殖，后面还要搞采摘、农家乐。等路修好了，城里的人过来玩，大家还能开民宿，到时候大家就能赚更多的钱了。之前我刚来调研的时候，村里的路还是泥路，年轻人都往外跑。现在你看，好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了，村子现在越来越热闹了。这才只是开始，以后我们要把云岚山的生态品牌打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农产品，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出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赚到钱，把咱们村子建得越来越好。张总，这一路过来山路不好走吧？路是绕了点儿，但你们这蛋的品质只当我跑这一趟。之前送的3批样，我们烧复购调研满意度到了96%，今天来就是把长期供货合同签了。张总放心，我们的蛋每枚都过3道检测，供货量绝对稳，不会掉链子。现在合作社和全村养殖户签了保价收购协议，不管市场变动，收购价都比普通收购商高2毛，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陈默这娃实诚，跟着他干，比之前给别人打工强太多。上个月我家光养鸡就赚了8000多。等这一批新鸡舍投用，咱们的供货量还能再涨30%，到时候不光供商超，还要把咱们的牌子打到林上去。陈默，不好了，县里刚发了通知下来，下周全省农博会参展名单里，咱们的名额被顶了。你慢慢说，怎么回事？之前公示的名单里明明有咱们，材料都是按要求交齐的。我刚从镇里拿的通知，咱们的资质审核没通过，名额给了新丰源旗下的养殖公司，
我问了办事的人，人家说咱们规模不够，不符合参展要求。怎么就规模不够？咱们存栏量比新丰源虚报的基地多1倍，他们基地上次抽查还查出药残超标，凭什么顶咱们名额？通知上有没有说申诉渠道？我们的资质材料检测报告都齐全，不可能不符合要求。有是有，但申诉期只有3天，要带材料去县里组委会当面提交。而且听说新丰源找了关系，审核的是他们做上总的老上级。陈默，我这边合同不着急签，我信得过你们的品质。博览会是全省平台，上去露脸，后续合作量级还能再上台阶，这个机会丢了，实在太可惜。慌什么？材料我们都有，3天时间足够。我们按正规流程走申诉，有理有据，不怕他们搞小动作。咱们靠技术，咱们靠品质，干到今天，不是靠什么关系。这个名额，我们光明正大的拿回来。刘总大老远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安排人准备饭。不用麻烦，我今天过来是跟陈社长谈点合作。陈默，别折腾申诉那点事儿了，没用。刘总说了，只要你把合作社的技术配方交出来，并入新丰源的供应链，博览会参展名额给你留个边角位置，以后你的货我们全收，不会让你亏。刘总，参展名额的审核是按公开标准走的，我们已经按要求准备了申诉材料，会按正规流程提交。合作社的技术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没有并入其他公司的打算。正规流程，小姑娘，你以为就凭你们那几页纸就能把已经定了的名单改过来？我劝你们识相点，在这一片，我们新丰源说句话，比你们跑食堂服务门都管用。陈默啊，刘总这是给你机会，你一个年轻人别太犟，跟着大公司干有什么不好？之前的事咱们都可以一笔勾销。第一，我们的技术是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共同成果，不可能交出去。第二，参展名额是按公开标准评演的，谁合格谁上，不是哪家公司说了算的。第三，我们会按流程提交申诉，接不接受是审核部门的事。这是我们近半年的检测报告，还有所有养殖户的养殖记录、供货合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你们的基地上个月药残超标的报告，我们也有留存。到底谁不符合参展要求，审核部门自有公断。你别给脸不要脸！我们靠自己的技术吃饭，不偷不抢，不搞小动作，没什么不要脸的。3天后申诉窗口见。哼，您好，我们是青梧村生态养殖合作社的，来提交博览会参展资质的申诉材料。好的，我先核对一下材料清单。你们的检测报告、资质证明、养殖规模证明都带齐了吗？都带齐了，每一项都按要求分好了类，电子版也存在 U 盘里，您可以拷贝留存。别白费功夫了，我昨天已经跟审核组打过招呼了，你们这点材料翻不出什么浪花。这位同志，请不要干扰我们正常办公，申诉材料我们会按规定逐一核实，不管是谁都要符合评审标准才能参展。李主任，好久不见，我是新丰源的老刘啊，之前咱们行业峰会见过，我知道你是为了参展名额的事来的吧？正好，我刚拿到最新的核查通知。昨天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新丰源上报的养殖基地存簪量存在虚报，而且近3个月的药残检测有2次不合格记录。我们连夜安排人去现场核查了，情况属实，按照参展规定，资质造假、检测不合格的企业取消参展资格。李主任，这不可能！我们的材料都是齐的，谁举报的？这是污蔑！核查记录、现场拍的照片、检测报告都在这里，你自己看。另外，之前负责初审的工作人员因为违规接受企业银抢，已经被停职检查了。相关情况我们已经移交企业合规监察组。你们合作社的材料我们之前就看过，品质达标，带动农户的成效也很突出，本来就在候补名单的第1位。现在新丰源的资格被取消，这个参展名额按规定瞬移给你们。谢谢李主任，我们一定好好准备，把最好的产品带到博览会上。不用谢我，这是你们靠自己的品质挣来的，好好准备。博览会那天我去你们展位看。这蛋看着就新鲜，蛋黄颜色正，之前在超市买过，吃着香。今天正好碰到厂家，多买2盒回去给孙子吃。
阿姨您放心，我们这都是山林散养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吃着放心。陈默，我给你带了几个朋友，都是周边地市做商超连锁的，之前尝过你们的蛋，都想跟你谈长期供货。欢迎欢迎，我们的供货能力、品控标准都可以给大家看详细资料，不管量大量小，品质都保证一致。我们找合作方不光看产品品质，也看你们这种带动农户的模式，稳当，能长期合作。等展会结束，我们就去你们基地考察，把合同签了。这就是青梧村生态养殖合作社的陈默，一个年轻人带着全村养殖户搞生态养殖，不到2年时间，帮村里每户年均增收2万多，是咱们这次博览会重点推荐的乡村振兴典型。这批参展蛋的溯源好都贴牢了，每箱的检测报告副本别漏放。陈哥放心，昨晚连夜核对了3遍，一箱都没差。刚接到农保会组委会通知，咱们的展位从 A 区调到了 C 区最偏的角落，旁边就是新丰源的特装展位。肯定是新丰源搞的鬼，他们之前就放话要让咱们在展会上出丑，这是故意堵咱们的路。展位偏不偏不重要，咱们的蛋品质够硬，就算在角落，客户也会找过来。大家按原计划装车，下午准时出发去会场。是。哟，陈大技术员也来参展啊！我还以为你窝在村里不敢出来了呢。哼，这角落位置清静，适合你卖那点土鸡蛋。位置好不好，等开馆了就知道。扫码领鸡蛋，扫码领鸡蛋。你这蛋怎么这么香？我能尝一块吗？这蛋黄香太正了，比我之前拿的那些饲料蛋好太多了。给我份报价单，我们连锁超市要长期订货。哇！按以前说的办，动作快点，别让人看见。我也尝尝你这蛋到底有多好，能让这么多人围着。我们的试吃是给意向客户准备的，赵总要是感兴趣，可以自己回去煮了尝。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里售卖的农残超标鸡蛋，麻烦配合我们抽检。不可能，我们的蛋每批次都有检测报告，农残绝对合格，肯定是有人恶意举报。这是我们近3个月所有批次的检报告，所有指标的检测标准都符合国家标准，你们可以随便抽检。抽检结果合格，没有农残超标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赵总，恶意举报扰乱展会秩序，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你少血口喷人，谁举报你了？我看你是自己产品有问题，还想往我身上赖。你干什么？这里是展会，不是你撒野的地方。有话好好说，再动手我就叫保安了。怎么回事？谁在这里闹事？这位赵总刚才恶意举报我们产品不合格，现在还要动手掀我们的地位，麻烦你们调一下通道的监控，看看他刚才鬼鬼祟祟打电话的样子。误会，都是误会，我就是刚才太激动了，没有恶意，我这就回去。原来新丰源的老板是这种人，以后他们家的货我可不敢进了，做生意耍阴招，产品指不定有什么问题。活该，让他整天耍阴招，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别担心，展会的安保已经注意到他了，他要是再敢耍花招，保安直接就把他请出去。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就是本届农博会最受采购商欢迎的金奖产品，获得这个奖项的是青梧村生态养殖基地的散养土鸡蛋。小伙子不错，做生意实在，这个奖你们拿的实至名归。这个奖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整个青梧村养殖基地所有村民一起努力的结果。我们以后会继续把好品质观，让更多人吃到放心的生态熊产品。你现在带2个人过来，去展馆后面的省城绿色博览会卸货区，陈默他们剩下的那批参展蛋都堆在那里，给我全砸了。我看他明天拿什么卖。就是这堆箱子是吧？赵哥说了，全砸烂，砸完给咱们1人2000块辛苦费。
放心，这点事好办，几棍子的事儿。干什么的？敢在展会卸货区搞破坏！众人不要！赵总，这么巧，你不在展位待着，跑到卸货区来干什么？我就是过来透透气，我什么都没干。这两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你别抵赖，我刚才在消防通道亲耳听见你打电话，让这两个人来砸人家的鸡蛋，你还说砸完给2000块钱。保安大哥，是他给我们钱让我们来的，我们就是收了点钱办事儿，主谋是他。赵虎，你恶意举报，故意损坏贴人财产，我们已经通知执法队了，你等着在牢里好好解释吧。太好了，这下赵虎再也不能来给咱们使坏了。咱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歪门邪道永远赢不了，踏踏实实的努力。今天把大家请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把我们这3年摸出来的生态养殖技术完完整整交给所有人，不管是之前跟赵虎干过的养殖户，还是邻村想搞养殖的老乡，技术资料免费领，技术员免费上门指导，不签绑定合同，不收加盟费。陈技术员，你这技术当初新丰源花大价钱想捂都捂不住，真就免费交给我们，不怕我们学会了抢你生意？哼，一个人富不算富，整个云岚山区的养殖品牌打出去了，大家的货都能卖上好价，人才是真赚。我当初刚回村的时候，连个搭鸡棚的地方都没有，是村里老乡帮我搭的棚，送的苗，现在技术成了，本来就该还给大家。产业协会这边已经跟商超电商平台对接好了统一的收购渠道，只要大家按照生态标准养殖，符合检测要求，有多少收多少，解决大家的销路顾虑。这些手册是我跟着陈技术员整理了3个月的，从鸡苗选种、疫瓶防控到林下散养密度，每步都写得明白。大家拿回去有看不懂的，随时到基地找我，我上门教都行。陈默，之前我鬼迷心窍，跟赵虎勾着占集体的地，卡你基地的审批，我对不住你。这是我之前摊的集体资产退赔清单，我已经把钱打到村集体账户上了。今天过来就是想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罪，也想报名学技术。以后我好好搞养殖，再也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错了改了就行，技术你想学就跟着学，只要按标准来，收购渠道一样对你开放。小陈啊，你这个技术共享的模式太好了，县里研究决定，把你们基地设成全县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拨专项扶持资金帮你们建冷链仓，以后辐射带动整个山区的养殖户，咱们一起把乡村振兴的产业做实。您放心，我一定把技术交到位，把品质把好关，绝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还有个好消息，之前你提交的无境碍农产品认证已经批下来了。下周的省农博会，组委会给咱们留了核心展位，到时候带着咱们的产品去，让全省都看看咱们清吴村的生态农产品。陈总，我们连锁超市之前跟新丰源合作过，他们的货检测老是出问题。你们这产品的品质我们刚才看了，确实好。我们想签1年的供货合同，量是之前新丰源的3倍，价格按你们报的来，但是有个要求，必须保证所有供货都符合这个生态标准。您放心，我们现在有20多个合作养殖户，每一批货都有全程溯源记录，检测不合格的绝对不会流出基地，这点我可以给您写进合同里。你是陈默吧？赵虎涉及的相关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周氏提交的证据起了关键作用。顺便跟你说一声，新丰源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已被立案调查，以后不会再有恶意压价、寻衅滋事的事干扰你们生产了。陈默，我输了。我知道了，辛苦你们。我之前总觉得有钱有势就能把什么都攥在手里，侵吞你的技术，搞歪门邪道赚快钱，到头来把自己折腾进去了，我服。你不是输在我手里，是输在你总想着投机取巧坑害别人，踏踏实实做事的人你压不住。大家看，这就是咱们清吴村的生态农产品，现在已经跟省内外10多家连锁超市签了供货合同，以后咱们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在想什么呢？我刚回村的时候，站在这个位置，想着能有个自己的小养殖场，
把生态养殖技术做成就行了。没想到现在能带动这么多乡亲一起干。刚才统计了下，今天农博会一共签了800万的供货订单，够咱们全村的养殖户忙一整年的了。之前我总觉得离开赵虎就活不下去，现在才知道靠自己的双手干活，腰杆才能挺得直。